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读书频道。这里是新的一期的内容。这一期与以往不同，我会用简短的时间为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去一年里所读过的一些投资理财方面的好书，为大家带来这些好书的精髓。当然，我的解说内容很大部分也是参考上了各大网络上的资料。如果你们对我推荐的书感兴趣，喜欢的同学们可以去购买全书阅读。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充实自己，共同进步，积累更多的投资和理财技能。好了，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巴菲特之道》，巴菲特的股神进阶之路和投资方法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这本书被公认为巴菲特投资思想的最好书籍。想要了解巴菲特的同学们一定要去读一下这本书。首先，我们和以前一样，先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吧。作者罗伯特·哈格斯特朗，他是美盛投资顾问公司的首席执行投资策略师兼董事会的总经理。他的一些其他的作品包括除了《巴菲特之道》，还有《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查理芒格的智慧、投资的格栅理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投资领域的畅销书。这本书有两大核心内容，其中之一是投资股神投资之路，巴菲特是为什么成为股神的？第二点是巴菲特的投资方法，巴菲特是怎样选择以及买入他想要投资的公司的？好的，说完了这书的两本精髓，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在很多投资人的心中，巴菲特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和他吃一顿饭都需要花300万美元，而这个饭的本身却只值100美元。为什么巴菲特投资这么厉害呢？他有什么秘诀吗？为了解巴菲特投资的谜，国内外很多出版社出版了数百万的书籍出版了数百本的书籍，其中这本《巴菲特之道》被公认为总结巴菲特投资思想最好的书。这本书就提到了一个观点：普通人使用巴菲特的方法，或许不一定能够成为亿万富翁，但一定能提高自己的投资水平，从而成为一个更好的投资者。那么本书两个重点就出现了：一是股神之路，巴菲特是怎样成为股神的；二是投资方法，巴菲特是怎样选择以及买卖公司的。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重点：股神之路。那么，巴菲特是如何成为股神的呢？巴菲特之所以能够成为股神巴菲特，主要是有3个原因。更主要的是，具体来讲，是他生命中遇到的3个非常重要的人，他们分别是格雷厄姆，我们之前的解说提到过，然后其次是费雪和芒格。查理芒格，我们之前也有解说过他的著作。巴菲特呀，在11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买股票，他看了很多关于股票的书，也画过股票的 K 线图，但是几年下来，水平跟普通的小股民还是差不多，依然赚不到钱。直到他遇到了格雷厄姆，格雷厄姆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老师，也是证券分析行业的开山祖师。他写了2本书，格雷厄姆写了《证券分析》和《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在之前的视频中也有解说过，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回顾以往的视频。巴菲特看了这2本书，便深受启发，于是巴菲特就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投升格雷厄姆门下系统学习他的投资理论。格雷厄姆呢，主要教会了巴菲特什么东西？主要有3点：一是买股票就等于买公司，这个理论放在至今的投资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二是教会了他什么叫安全边界，也就是简单来说，打折买股票。
三教会了巴菲特如何正确的看待股价的波动。就第一点而言，买股票就是买公司。年轻时的巴菲特跟大部分股民一样，认为股票不过是一张有价格的交易纸片。这种认知让巴菲特追涨杀跌，不但搞得自己身心疲惫，还被股市割了韭菜。遇到格雷厄姆之后，他开始认识到股票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公司。于是，无论买入100%的股票，还是只买入一股，代表的都是公司相应的份额，每股都对应着公司相应的净资产、利润和分红等等的权利。于是，巴菲特从买股票只看价格，进化到了买股票看公司的财务状况。这已经是非常大的，初级投资者来说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了。第二点，确定安全边际，打折买股票。格雷厄姆买股票的时候会先计算出股票的内在价值，主要就是每股的净资产，然后打个7折再去买。比如通过计算，他发现一家公司的股票内在价值是10元，当价格低于7元的时候，格雷厄姆就会买入。这样做的好处是，就算看错了也不容易亏损，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第三点，正确的看待股价的波动。格雷厄姆创造了一个预言，叫做市场先生。市场先生每天都会到投资者的门口，给买股票报个价。可是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市场先生有时候乐观，有时候悲观，所以报价的时候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可股票代表的终究是企业，真实的价值并不会大起大落呀。于是投资者要做的就是始终保持理性，无视或者利用市场先生的报价。当市场先生报价大幅低于公司内在价值的时候，买入；当市场先生的报价高于内在价值的时候，卖出。不符合这两个条件时，就无视这种波动。靠这3点，巴菲特早期的投资生涯非常顺利，他的私募基金发展的非常快，30出头的巴菲特就成了千万富翁。从购买力来看，巴菲特30多岁时候的身价就有现在10多亿人民币了。但是随着资金的增长，巴菲特发现了格雷厄姆方法带来的问题。通过格雷厄姆的方法打折买到公司，基本都是烂公司。这些烂公司常常搞得巴菲特焦头烂额。巴菲特虽然投资烂公司赚到了很多钱，但是却赚得很累，甚至差一点就坏了自己的名声。费雪跟格雷厄姆的投资风格就完全不同。格雷厄姆喜欢好价格，而费雪却更偏好于好公司。格雷厄姆愿意用价格买烂公司，而费雪更愿意用合理的价格去买一个好的公司。打个比方，格雷厄姆用5毛钱去买现在值1块钱的东西，而费雪是花1块钱去买几年之后会值10块钱的东西。费雪的好公司有2个要点：判断一个好公司，费雪一是看这个公司是不是有好的生意，二是看这个公司是不是有好的管理层。费雪特别看重一个企业的竞争壁垒。后来，巴菲特也是把这个竞争壁垒发展成了他书中所描述的护城河。巴菲特很早接触并且认同了费雪的理论，但在投资风格上却仍然沿袭着格雷厄姆的作风。因为毕竟格雷厄姆的方法让早期的巴菲特赚了很多的钱。每个人都对于过去的成功路径有所依赖，巴菲特当然也不例外。而真正让巴菲特在投资行为上做出改变的人，便是查理·芒格。芒格认为，为一家伟大的公司支付合理的价格，胜过为一家平庸的公司支付便宜的价格。在芒格的推动下，巴菲特走出了格雷厄姆理论的框架束缚，
1971年的时候，芒格就说服巴菲特买入了喜诗糖果，出价是净资产的2.5倍。要是以前高于净资产1倍的价格，巴菲特打死都是不会买的。这是巴菲特投资生涯中第一次为品质买单。喜诗糖果后来成为巴菲特最成功的投资案例之一，他至今都还持有着这家公司的股份。下面我们来讲一讲这本书中提到的第二个重点，关于投资方法。那么，巴菲特是如何去选股票的呢？巴菲特虽然绰号叫股神，但他其实并不会炒股，而是他做的事情是投资。对，他进行投资决策时，他分析的是这个企业，而不是分析的市场，也不是分析所谓的宏观经济和这只股票本身。巴菲特先生挑选好公司有3大标准：一是好生意，二是好高管，三是好价格。这个一定程度上融合了费雪和格雷厄姆的思想。好生意，也就是商业模式要好。好生意有3个特点：一是生意模式简单，一看就懂；二是经营历史持续稳定；三是长期前景清晰可见。于是，好生意需要有宽广的护城河。比如说可口可乐，过去100年它都在卖可乐，未来100年大概率还是在卖可乐。只要全世界的人依然爱喝可乐，可口可乐的利润就会依旧比较高。这样的生意就是好生意。好高管怎么说呢？也就是核心管理人员要好。巴菲特曾经说，他喜欢买那种傻子都能经营的生意，但他从来没有买过傻子经营的生意。傻子都能经营的生意，说明商业模式好。但是如果有好的管理人员来经营，那就可能创造奇迹了。那怎样才能算是好高管呢？巴菲特认为，最好的高管应该站在公司主人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最大化股东的利益。巴菲特认为，好高管有3个特点：理性、坦诚和独立思考。理性就是高效的支配资源，坦诚就是不仅能报喜，那也能报忧，积极努力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失败。独立思考就是不从众，当然也不跟风。那么，如何判断高管到底做得好不好呢？巴菲特提供了一些小窍门。你可以翻翻这家公司过去几年的年报，尤其是仔细阅读管理层所说的未来策略，对照现实看看到底有没有说到做到。除此之外，应该去查查财务数据。财务数据是评判好公司的关键要素。从财务上看，对股东的回报究竟好还是不好？看财务数据，主要该看些什么呢？首先当然是看这个公司到底赚钱还是不赚钱。巴菲特关注的数据不是公司的净利润，而是净利润和净资产的收益率是多少。也就是说，每销售1块钱的产品和每投入1块钱的资本，分别能够赚多少钱回来。这2个指标才是能够真正反映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再看公司赚了钱是不是回报给了投资者们。公司的管理层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赚了钱怎么分，不管是给员工加工资，还是用于研发或者投资，你没有发给股东的那一份利润留在公司，这可是要增值的，否则就是对投资者的不负责任。选出符合好生意、好高管的公司，还要看看这个公司是不是处于一种好的价格。好价格也就是股价是不是大幅度低于它的内在价值。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的时候，市值约150亿美元，而它的真实价值在200亿到480亿之间。
以最保守的估计，巴菲特买可口可乐的股票也只用了7折的价格而已。后来，可口可乐10年涨了10倍，成为了巴菲特投资案例中的经典。在选出好公司以后，巴菲特该如何买卖呢？在具体买卖股票的时候，巴菲特坚守2个基本原则：能力圈原则和集中投资原则。能力圈原则是指自己在能力范围之内做投资，能力圈以外的公司再好也不买。其实，巴菲特也买过能力圈之外的公司，比如他在2018年的时候割肉清仓了 IBM 这股票，并且在多个场合都亲口认错。这恰恰反证，即使是股神走出能力圈也会失败。集中投资原则只抓住好机会下重注，好公司不多，但好公司好价格就更少了。轻易不要买股票，但是一旦有绝佳的机会出现，就要尽量多买。借用巴菲特的比喻，就是本该用大盆子接钱，就别用一个小勺子去舀。2018年，巴菲特控股的资金多达2000亿美元，其中2/3都集中在了5只股票上。到这里，这本书我们也与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做一些简单的总结吧。第一点是巴菲特的股神之道。巴菲特主要受到了3个人的影响，他们分别是格雷厄姆、费雪和芒格。他从芒格那里学会了买股票是买公司的死思想，从费雪那里学到了投资好公司的重要性，并在芒格的推动下开始买进了好的公司。第二点就是巴菲特的投资方法。巴菲特选择好公司的3个标准：好生意、好高管、好价格。买股票的2个原则：能力圈原则和集中投资原则。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继续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